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3月16号，我和老范联合做了一期直播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的一些情况。在直播期间，我们谈到，我认为未来人类殖民火星的时候，往返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航天器最好使用核动力，并且告诉大家，美国的 NASA 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展开研究了。有观众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做进一步的介绍。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核能在航天领域的应用。相信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核能才是我们开展外星殖民的主要航天能源。早在1952年，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就开始研究核动力火箭。1955年，美国的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开始核反应堆的小型化研制工作。相信看过电影《奥本海默》的朋友还记得劳伦斯这个人，他是美国著名的试验物理学家，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劳伦斯利佛摩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是美国为核武设计而建立的两个国家级实验室。劳伦斯利佛摩尔实验室在核反应堆的小型化上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后来的核动力军舰、潜艇以及 SMR 小型核裂变反应堆，还有 MMR 微型核裂变反应堆，都源自于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1961年 NASA 成立了太空核推进办公室，简称叫 SNPO， 并且选择 Aerojet 公司和 Westinghouse 公司参与了核引擎的研发工作。该项工作得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技支持。这个项目的方案被称为流浪狗计划。到1972年该项目终止前，流浪狗计划先后提出了 KY、FUBUS 还有 PY 3阶段的方案，并且在 KY 方案的基础上研制了 KY-B4 核动力引擎。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这个 KY-B4 核动力引擎。这个引擎的推力是34吨，比冲呢则达到了惊人的825秒。要知道，后来美国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2级火箭和3级火箭所使用的 J2 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只有421秒，也就是将是 KY-B4 的一半。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向大家介绍一个专业术语，这就是比冲。这个比冲是航天发动机的一项重要的参数，它能够直接影响航天器的飞行性能。所谓比冲是用来表示一个推进系统的燃烧效率的物理量，它的定义是单位重量推进剂产生的冲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述成单位重量推进剂产生单位推力所持续的时间。比冲的单位呢是秒。比如当我们说某个发动机的比冲是100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种发动机每消耗1公斤的推进剂产生1公斤的推力能持续的时间是100秒。比冲主要和推进剂的种类以及火箭发动机的结构设计相关。在发动机的结构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推进剂对比冲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分子量越小的推进剂比冲就越大。一般来讲，固体燃料的比冲在200秒左右，常温的液体燃料的比冲呢就可以达到250到260秒。猎鹰9号的梅林发动机使用的是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它的比冲是348秒。而星舰的猛禽2发动机的推进剂使用的燃料是液态甲烷和液氧，比冲呢是363秒。对于化学燃料的火箭发动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冲最高的是使用的是液氢液氧燃料，一般比冲可以到400秒以上。在宇宙航行的过程中，发动机的比冲越高，意味着可以消耗更少的推进剂实现相同的速度变化，或者用相同质量的推进剂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少消耗推进剂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更短的飞行时间对于长距离的星际旅行来说，它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刚才说了不同推进剂情况下发动机比冲的差异，那么如果发动机使用的是相同的推进剂，那比冲的差异又体现在哪儿呢？
其实对于使用相同推进剂的不同发动机来说，排气速度越高的发动机比冲就越高，但是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由于化学燃烧造成的排气一般速度不会大于5公里每秒，这实际上也就限制了化学火箭发动机比冲的上限。不过人类目前比冲最高的航天引擎是人造卫星之类的航天器使用的离子发动机，比如霍尔推进器，它的比冲甚至可以达到3000秒。和化学火箭发动机不同，离子发动机是把推进剂比如氢、氙等气体电离成离子，然后再使这些离子经过线圈，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喷射出去，从而驱动航天器飞行。这样的喷射速度就可以非常快，能达到20甚至是50公里每秒，所以离子发动机具有很高的比冲。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离子发动机的推力很小，只有几十到几百毫牛。对于人造卫星这类的航天器，离子发动机可以以微小的推力长时间的推动人造卫星，这对于提高人造卫星的寿命十分有益。要知道，现在人造卫星之类的航天器几乎都是因为推进剂耗尽而寿命到期的。刚才介绍完了半天比冲，现在我们再回到核引擎这个话题。NASA 对开外减 B4 引擎进行了大量的测评后，得出了结论：核动力火箭适合在太空中执行任务，而且比冲是传统化学火箭的2倍。引擎的表现证明，他们可以胜任 NASA 正在计划中的火星任务。但是也许是由于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消耗了过多的资金，而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实际意义。到1969年，国会削减了 NASA 的预算。1970年，尼克松也大幅削减了预算，甚至关闭了土星火箭的生产线。这就使得基于 Phobos 和 PY 方案的核引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测试，而这2个方案中的核引擎的功率更大，推力也更为强劲。其中 PY 方案的核引擎更是 NASA 计划用来实现载人登陆火星的。1972年，尼克松取消了阿波罗17号以后的载人登月计划，火箭飞行器用核引擎的研制工作也因此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告终，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被无限期的延期了。虽然火箭飞行器用核引擎的研制脚步暂时停止了，但核动力在航天器上的应用却一直没有停下来。在20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美国、前苏联都研制了多款核动力卫星，并且投入使用。这些核动力卫星其实就是安装了带有核裂变电池的离子引擎。1975年，美国的海盗号和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这2个探测器的着陆器在1976年在火星表面着陆。海盗号和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的着陆器使用的也是核动力。和前面提到的核动力卫星一样，它们使用的其实都是核裂变电池。以海盗号为例，它就携带了2个钚238放射性衰变核电池，以此为着陆器上的用电设备提供电力。说到放射性衰变电池，其实它的原理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利用钚238在自然环境下会发生衰变，并且放出热量这个原理，再利用热电偶实现温差发电。在核电的加持下，海盗号在火星上工作了6年，而且不会受到火星沙尘天气的影响。相比之下，使用太阳能电池的火星旅居者号寿命就只有85个地球日，而同样使用太阳能的我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上也只工作了大约1个地球年。2012年8月5号，同样使用核电池的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着陆。2021年2月18日，使用核电池的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着陆。这2个火星车直到现在仍然在火星表面活动。毅力号火星车更是将参与未来在火星表面采样返回任务的火星样品采集工作，核动力的优势可见一斑。2023年1月， NASA 和 DARPA 宣布将联合开展敏捷地月空间验证火箭的计划。这项计划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它将采用一种核热动力的试验性航天器，也叫做 XNTLV。在这项计划中，
NASA 希望通过使用核热推进技术缩短前往火星的时间，而 DARPA 则希望通过该计划提高其在地月空间的机动能力。目前，该计划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首，有多家企业参与组成团队，并且与 NASA 和 DARPA 合作。其目标是研发可以重复使用的 XNTRV 核热推进航天器。他们开始计划在2027年实现首飞，但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有可能被推迟。NTRV 全称是 Nuclear Thermal Propulsion Vehicle， 直接翻译就是核热推进航天器，而这个 XR 则表明了其实验的性质。就这样，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核动力引擎的工作终于得以继续。不过说起核动力火箭引擎，其实核引擎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推进方式，就是核电推进和核热推进。核电推进类似于我前面介绍比冲这个概念时提到的离子发动机，它的核心就是利用核反应堆发电，然后再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热和电将推进剂氢变成等离子体，最后再以电磁力将氢发射出去产生推力。核电推进的优点和离子发动机也一样，具有非常高的比冲，它的比冲通常能达到2000到3000秒甚至更高，但是缺点也和离子发动机一样，它的推力比较小。一个10000千瓦的核反应堆所能产生的推力大概只有600牛顿，用这样来推动数百吨的星际飞船就显得太小了。当然我这么说其实是基于现有的技术条件，如果禅温超导和可控核聚变技术得到突破，一方面核反应堆的能量密度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离子加速的电流可以达到大大的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核电推进的推力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但这就是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基于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还是咱们刚才在讨论的核热推进技术。核热推进的原理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放出的热将其推进工质氢加热到大约3000开尔文，然后受热膨胀的氢再从喷管喷出就可以了。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核热推进的这个引擎的示意图。当然如果材料允许，核反应堆还可以把氢的温度提到更高，比如6000开尔文，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更高的比冲，但我们目前的材料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所以按照 NASA 现在的核热引擎方案，3000开尔文的温度将使引擎的比冲超过1000秒，这也是目前氢氧发动机比冲的2倍以上了。如此看来，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使用核热动力的火箭也能使地球到火星的行程从7到8个月减少到大约5个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过不管是从安全性、环保还是从其他角度考虑，这种核动力的星际飞船是不太适合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使用化学燃料火箭把它送上太空。另外我想要解决最终登陆火星的问题，还需要有火星登陆飞船。在我看来，现在的星舰就是一个火星登陆飞船不错的选择。您可能会担心，这么大的星舰仅仅用来做火星登陆飞船，那这个星际飞船的规模又得有多大？哪里去找这么大的运载火箭来把它发射升空啊？其实您完全没必要有这样的担心，这样规模的星际飞船并不是通过一次发射来实现的，我们完全可以像搭建国际空间站那样，把组成星际飞船的模块通过多次发射进入太空，然后再在太空把这些部件组装起来形成星际飞船。我们可以先发射一个核心框架上去，然后依次将飞船的控制舱、核反应堆、载荷舱、成员舱、氢注箱等等发射上去，在太空组装测试完毕之后，再将成员和登陆飞船发射上去，这样就可以形成组合体飞往火星，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运输能力的问题了。好了，以上就是有关核动力航天器的简单的一些介绍，谢谢您的观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